巴菲特这辈子最瞧不上的就是那个华尔街。他那句名言大家都听过吧？他说，华尔街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开劳斯莱斯的富翁去向挤地铁的穷人请教投资建议的地方。可就是这个一辈子把华尔街当笑话来看的人，在1991年的某一天，却不得不亲自空降，做了一把豪赌，赢了直接封神，输了粉身碎骨。欢迎来到小 A 读书圈，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经成长频道。今天我们继续解读巴菲特唯一认可的官方传记《滚雪球》。上集说到，老巴在1987年把整整7亿美元砸给了华尔街投行所罗门兄弟，他是当时美国最大的主要交易商，只有拥有这种特许身份的公司才有资格在财政部的国债拍卖会上直接竞标，其他小机构都得通过他们来买国债。所罗门靠着大量囤积国债，压榨那些手头国债短缺的竞争对手，把本来利润微薄的代理生意做成了暴利机器。当时所罗门是被恶意收购者盯上了，巴菲特当了回白衣骑士出手相救，结果签约3个礼拜，黑色星期一就来了，一天暴亏7500万。但老巴万万没想到啊，这只是开胃小菜，今天大雷还在后面藏着呢。那这颗雷到底是怎么爆的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位关键作死人物保罗·莫泽尔。这哥们儿当时36岁，是所罗门国债交易部的主管，极度聪明，但也极度好胜。每天太阳还没升起来，他就已经坐在办公室了，同时盯好几块大屏幕，指挥着20多个交易员。他的能力确实强，一年光是基本工资加奖金就能拿到475万美元。可是呢，莫泽尔有个致命的毛病，他总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别人都是傻子。而且他的人生目标是当世界首富，你品品，这种自大狂迟早要出大篓子。当时的美国财政部有一条铁规矩，在每次的国债拍卖会上，任何一家公司最多只能认购发行总量的35%，这是为了防止超级大户垄断市场，操纵国债价格。可莫泽尔呢，偏偏不信这个邪，他一次又一次的超标竞拍，把财政部的底线当橡皮筋一样反复拉扯。1990年，他有2次竞标认购量超过了发行量的100%，财政部官员专门警告他说别再犯了。结果莫泽尔不仅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开始假借客户的名义偷偷投标，然后把多买到的国债暗中转移到所罗门公司的账上。翻译一下，这就是赤裸裸的伪造客户投标书，欺骗美国联邦政府。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违规了，在法律上已经构成了犯罪。那么所罗门公司的高层到底知不知道莫泽尔在作死呢？答案是不仅知道，而且知道的相当早。1991年4月，莫泽尔自己扛不住压力了，向他的顶头上司梅里韦瑟坦白了造假行为，并且发毒誓说自己只是一时糊涂，只此一次。上司一听汗毛直立，赶紧把情况往上报。很快，所罗门总裁、法律部经理以及大老板 CEO 古特·弗洛因德全部接收到了汇报。当时法律部经理严肃地指出，这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必须要立刻主动上报美联储和财政部。 CEO 古总冷冷地撂下一句，我会严肃处理，然后就黑着脸走出了会议室。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古总既没有把这件事上报给监管机构，也没有开除莫泽尔，甚至连他的职务都没有做任何调整，依然让他管着国债部门。芒格后来一针见血地说，莫泽尔当时只是点燃了一根火柴，古特·弗洛因德本该一口吹灭他，但他却像个傻子一样干坐着，结果火柴变成了烧毁整栋大楼的熊熊大火。他还给这种行为起了个特别传神的名字，叫吃手指。也就是说，在面临致命危机必须要立刻做决策的时候，你却像个巨婴一样咬着个大拇指干坐着发呆，白白浪费了自救的黄金时间。而就在古总吃手指的这3个月里，莫泽尔变本加厉，又干了一票更大的。1991年5月，他再次故技重施，一口气垄断了国债发行量的87%，引爆了更大的风波。同行损失高达1亿美元，好几家小公司直接被逼到破产。业内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华尔街海盗。美国证监会和司法部被彻底激怒，同时启动了对所罗门的调查。这下子纸终于包不住火了。1991年8月8号，巴菲特正在享受美妙的避暑度假，身旁是伴侣阿斯特里德以及毕夫人的2个兄弟。那天晚上，老爸还美滋滋地买好了票，准备去看一场演出。就在这时，所罗门的律师打电话来说有急事要和他谈谈。
你猜当时老爸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他居然以为他们大概是终于找到了买家，把所罗门公司给卖了吧？这可太好了，我手里的优先股终于可以变现，我终于可以和所罗门这帮人脱离关系了。股神也有天真的时候。晚上7点半，他在旅馆外面找了一个公用电话亭拨了过去。电话一通，那头传来的却是2个高管颤抖的声音。他们把莫泽尔造假的烂账一五一十地道了出来。老爸听完，虽然觉得隐约不是什么好事儿，但他还没有意识到天要塌了。他挂掉电话，居然回去开开心心地继续看演出，还吃了牛排。所罗门官方在媒体上发了一篇轻描淡写的新闻稿，试图把这件事和高层撇清关系。又过了一天，巴菲特在小木屋里给芒格打了个电话，这通电话才真的把他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芒格比他要敏感得多。光从那篇新闻稿里，他就嗅到了不对劲。他强行追问所罗门的律师，逼问出了所有细节。当得知高管早在4月份就全部知情，却足足隐瞒了4个月后，芒格在电话里当场发飙。巴菲特也终于意识到事情远比想象中要严重。接下来的几天，事态急转直下。8月12号，《华尔街日报》头版头条曝光了所罗门造假的详细内幕。美联储的科里根行长起草了一封最后通牒，要求所罗门在10天内老老实实交代全部罪行，否则美联储就终止与他一切代理商合作。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作为全美第1大债务交易商，所罗门身上的借款负债高达1460亿美元，而且几乎全部是短期贷款。此外，他还管着账外数千亿美元的复杂衍生品，而他全部的股本其实只有40亿美元。一旦美联储宣布跟他断交，市场信用瞬间清零，所有的债权人会在1个小时内冲上门来疯狂挤兑。说白了，这家金融巨无霸已经大到不能倒，他一崩，瞬间就能把全球金融市场一起拖下水。8月14号，慌了神的所罗门发布了第2份公告，承认管理层早在4月份就知情，但却用了一个荒唐的借口，因为工作太忙，高层缺乏足够的注意力。8月15号，市场信心彻底崩盘，所罗门的股价从37美元直线下坠到27美元，各大银行开始疯狂抽贷，挤兑浪潮正式拉开大幕。8月16号，星期五，《纽约时报》在头版配上了 CEO 古特弗洛因德硕大的特写照片，大标题写着：华尔街正在见证所罗门的毁灭大灾难。古总终于扛不住了，他抓起电话打给还在奥马哈家里的巴菲特，绝望地说：沃伦，我刚刚在头版读完了自己的商业讣告。随后古总宣布辞职，并请求巴菲特立刻出任所罗门的临时董事长。老爸当时的心情可以说是五味杂陈，他太清楚接下这个烂摊子意味着什么了。他必须要赌上自己和芒格积累了半辈子的清白和名誉，去给一个满是骗子的烂公司背书。可如果他袖手旁观呢？所罗门在周一开盘就会当场宣布破产，后果简直不堪设想。芒格也极力劝说他别去淌这个浑水，话说得很直。他说：不要这么干，第1天你可能会得到掌声，但此后你可能一辈子都摆脱不了这些官司，未来20年你都得跟法庭打交道。但巴菲特想明白了一件事儿，当初是他自己为了赚优先股的利息，亲手把伯克希尔的名声和所罗门绑在了一起。现在他要么亲手把这个巨人救活，要么就只能看着他把自己一起拖进地狱。他已经别无选择了。8月18号，星期天，最惊险的一天来了。就在董事会准备批准巴菲特上任的当口，一个律师冲进会议室，带来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财政部即将宣布要禁止所罗门参加一切国债竞拍。这等于直接剥夺了所罗门的主营业务，宣判他死刑。一旦消息传开，周一全球开盘，所罗门就会被挤兑到破产。巴菲特当时浑身冰凉，他意识到留给他的时间只剩下短短几个小时了。他开始疯了一样在办公室里拨打电话，试图联系财政部长布雷迪，请求他收回成命，可电话一次次打不通。他转头拨给美联储行长克里根，依然是一阵忙音，无人接听。会议室里几十个身家亿万的董事呆若木鸡，看着墙上的时钟一分一秒的流逝，仿佛听到了自己财富蒸发的倒计时。巴菲特转过头，看着身旁的首席律师，说了一句让全场颤抖的话：你现在能去准备一下破产申请的材料吗？一时间，偌大的会议室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人敢大声喘气。随后，巴菲特打出了手里唯一的底牌，
威胁撂挑子不干了。如果连他都走了，那所罗门必死，到时候这后果监管也得一起扛。他终于联系上了布雷迪，说的比较含蓄，大概意思就是：兄弟啊，你们再不让步，我就不接手。我一不接手，这公司今晚就要破产，全球金融市场跟着陪葬，你们看着办。布雷迪听出了事情的严重性，他在电话里松了口说：沃伦，你别急，我们再商量商量。时钟无情地走着，再过2个小时，东京股市就要开盘了。一旦开盘就万劫不复。楼下上百名记者已经等得不耐烦。巴菲特带着极度沮丧的失落感，一个人死死盯着电话座机上那个一闪一闪的绿灯，等待着财政部最终的判决。终于，在距离开新闻发布会只剩下几分钟，全世界媒体都屏息以待的极限时刻，财政部助理杰尔姆·鲍威尔，对，就是后来那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把电话打了进来。鲍威尔在电话里说，财政部同意退一步，不全面封杀所罗门，允许所罗门继续为自己的账户竞标国债，只是不能再替客户带头。鲍威尔问沃伦，这样够了吗？巴菲特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说，我想足够了。公司就这么从鬼门关被拉了回来。死刑虽然暂缓了，但真正的硬仗才刚刚开始。老爸当务之急是赶紧给所罗门选个新 CEO。他把候选人一个一个叫进来面试，每人只给15分钟。最后他挑中了一位英国绅士德里克·莫恩。为什么是他呢？因为这哥们儿在过去的7年里都在所罗门的东京分部工作，跟纽约丑闻完全沾不上边儿。而且面试时，他既没求巴菲特保他不被起诉，也没提过一个字的工资。你看，这就是股神挑人的眼光，背景要干净，而且绝不能是一个只为钱工作的贪婪机器。在随后举行的全球新闻发布会上，100多个记者像饿狼一样围攻老爸。有人大声提问，巴菲特先生，请问您出任所罗门临时董事长年薪是多少？老爸淡淡吐出俩字儿，$1，$1美元。台下董事们当场听傻了眼儿。这件事儿，老爸在发布会前连他们都没有商量过，纯粹是临时拍板的。发布会一结束，老爸看了看手表，说：“好了，任务完成，我得回趟奥马哈。”新任 CEO 莫恩整个人都懵了，拽着老爸衣袖问：“霍伦，你走了，这儿的烂摊子怎么办？你有什么具体的商业策略要交给我吗？”巴菲特说：“德里克，如果你现在还需要问我这种问题，那只能说明我挑错人了。”然后他就走出了大门，拒绝了门口那一长溜黑色豪华林肯车的接送，而是自己走到马路边招了一辆出租车。这一幕被楼下的记者们看在眼里，大家都看得出来，这个所罗门是真的要变天了。说来也巧，紧接着命悬一线的所罗门走了波狗屎运。就在他被全网舆论骂得狗血淋头的时候，苏联那边戈尔巴乔夫遭遇政变的新闻突然爆发，全球媒体的头版头条在一夜之间全部转向了莫斯科，这才给了所罗门一口喘息的机会。接下来的日子，巴菲特开始了真正的刮骨疗毒。他给全体员工写了一封公开信，里面就有那句后来被写进无数商学院教科书的名言：如果你让公司亏钱，我可以理解，但如果损害了公司名誉，我将毫不留情。他还把自己的家庭电话附在了信上，告诉所有人，一旦发现任何违法乱纪的苗头，直接给我打电话。然后他一口气砍掉了1.1亿美元的奖金，规定只能是贡献越多的人拿得越多，没有贡献的什么也别想拿。13位核心高管的年薪被直接腰斩，豪华餐厅、专职司机、专用轿车通通取消。然后呢，他亲自飞去国会作证，独自一人坐在质询席上，对着全国直播的镜头宣誓认错。他甚至主动放弃了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保密特权，意思就是律师查到的任何脏东西都会第一时间原原本本交给政府。我们总以为公司出了丑闻就得先捂住，先保住名声，但巴菲特偏要反其道而行，把所有的烂账大白于天下。这招看着是自曝家丑，实则是用极端的透明换回所有人对他的信任。但那段日子里，老巴也是被华尔街的奢靡作风气得够呛。所罗门的高管专用厨房大得跟纽约餐馆一样，里面雇佣了烹饪学院毕业的顶级大厨，还有专门的甜点师和一堆副厨。高管们可以点地球上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当做午餐，可巴菲特的午餐呢，永远只点一份汉堡加薯条，这可把大厨们给沮丧坏了。为了取悦这位股神，做了一批又一批的薯条，变着花样把土豆削得无比精美，炸得脆而不焦，
最后在盘子里还要码成一个金字塔形状，摆在汉堡边上。老八一边心不在焉地吃着，一边却还想着麦当劳的薯条。在他眼里，这间豪华厨房就是华尔街那套可恶文化的象征。那段最煎熬的日子也几乎把巴菲特的精神压垮了。他整夜睡不着觉，变得非常孤僻，甚至不愿走过公司大堂，只能连续玩几个小时的扑克游戏来逃避现实。妻子苏珊特地从旧金山飞来陪他，凯瑟琳也经常带朋友来陪他打桥牌，因为只有打牌的时候，他才能暂时不去想所罗门。终于，在1992年5月20号，美国政府正式宣布撤销对所罗门的全部指控。所罗门承认了造假和虚假记账，总共交了2.9亿美元的天价罚款。而闯祸的莫泽尔被判入狱4个月，罚款110万美元，并被终身逐出金融界。最讽刺的是，莫泽尔造假前后就只给公司倒腾出了400万美元的利润，可结果呢，却害得所罗门在业务、罚款、违约金和律师费上总共损失约8个亿，外加一地的名声。好在最坏的时刻终于过去了，所罗门的股价慢慢爬回了33美元，被吓跑的客户也开始重新回来，信用评级重新上调，公司被救活了。经此一仗，巴菲特的个人声望不降反升，他成了全球商界诚信2字的化身。可他真的一秒都不想多待了，立马宣布辞职，回到奥马哈。他的老秘书回忆说，当沃伦踏回奥马哈土地的那一刻，他仿佛整个人瞬间满血复活了。哦，对了，这里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尾声。前 CEO 古总在离职后，为了索要巨额离职赔偿，还把所罗门公司告上了仲裁法庭，叫嚣着要索赔5630万美元。其实，在案发之初，巴菲特出于友情，是愿意私下给他1400万美元补偿的。是古总自己觉得受到了羞辱，赌气拒绝，非要打官司，结果最终判决下来1分钱都没有。你看，又是一个贪多反而归零的故事。而在这段焦头烂额的日子里，巴菲特其实还顺手干了几件事儿。他低调收购了一家非常有名的制鞋公司布朗鞋业，并且在牌桌之外认识了一位让他意想不到的忘年交新朋友。这个年轻人就是未来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与此同时，他还要给自己的印钞机装上一台新的引擎，却万万没想到，这一下又悄悄埋下了一颗拆了整整10几年的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下集接着聊。